6月的西湖，正是杭州留在人们印象中的样子。烟雨朦胧，湖光潋滟。若是乘坐游船荡漾在西湖中央，江南情愫更是沁入人心。登上复原的雷峰塔顶，俯瞰杭州，又是另一番景象。远处的高楼大厦若隐若现。杭州既是江南流派的古典，又是科技创新的未来，正应了那一句古诗：淡妆浓抹总相宜。2022年，第19届亚洲奥林匹克运动会将要在杭州举办。2018年的6月，杭州已经开始准备第18届亚运会上的接旗仪式表演。它将在2018年8月于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办。具体的工作已经在一个没人能注意到的大屋子里面开始了。这间大屋子非常特别，左边是会议和办公区，右边是文艺表演的排练区。奇妙的创意、精彩的演出、严谨的管理和问题的解决，都会发生在这个大屋子里面。然后在这里面，像孔雀开屏一样的画面，都是这种感觉的东西。30秒钟没问题，变各种姿态，手的、头的、转身的、分组的。第二次下来，这个手是往这儿走的，看，下去把头扬起来。人和视频里面是有关系的，然后我一跑视频，我一集中视频集中。你要想真正表现水，从水倒出来，最后沿着钱塘江跑，沿着运河跑，沿着西湖边跑，都是一座城市美丽的景观。我也挺不是说丁硕起来的时候，如果他能这样多转一会儿，因为要给导演一个时间他抓你，因为全场都乱的，这够了。对，抓你。然后那个莲花的那个形象，莲花体上人片。然后呢，把它收住，变成一个大莲花，对，就很美的一个莲花。一定要舞者和视频之间交流，让全世界知道，这次我们去表演是2部分组成。第一部分是舞台上真人的表演，第二部分是凭仿真的表演，高科技，电脑控制，没人控制它，可是它只在场上做了各种奇怪的、优美的图形，这些图形只要电脑编程都能做到，对不对啊？这个国家任务非常重要，如果可以，孩子们都把这套服装随身携带，这样就不会出现万一。在大屋子的外面是一片空旷的场地，这里是按照雅加达亚运会闭幕式的舞台布景1比1搭建的待用排练场地。场地四周用脚手架架起了600盏舞台灯光，地面的白色区域是投影幕布，地面投影用的大功率投影仪被放在脚手架的中间层。10几组音响排列在场地的前区和舞台周围。这个场地就藏在杭州师范大学的校园当中。6、7月份的杭州正是梅雨季节，然而不下雨的时候却是烈日当头，非常炎热。导演组将演员排练都安排在室内，而室外空无一人的场地，一边顶着火辣的太阳，一边等待本次接旗表演中一个最重要的演出装置进场。确切地说是5架装置。这5个像机械骆驼的装置到底是什么呢？
这5架装置非常庞大，底座和机体都是厚重的钢铁，涂着黑色的油漆。每个装置上面都装着大功率电机和粗壮的液压系统，还能看到各种金属齿轮互相咬合在一起。每个装置的机箱下面都插着一排电线，汇聚成一条电缆，一直延伸到场地边缘的高压配电箱上。旁边的吊车还没有离场，看来是要将这些液晶屏再组合安装到这5个装置上。他们如何运作来参加接旗仪式的演出呢？机械臂带着上面的屏幕动了起来，在3维的空间方向上不断地呈现出各种造型，成为了一个舞动屏幕的矩阵。这就是本次杭州接旗仪式表演最核心的舞台美术装置，它被称为智能舞屏。舞屏之所以智能，是因为它采用仿生技术，利用一套电脑程序控制所有舞屏，做出复杂的机械舞蹈动作。所有屏，哇，全部落到前面，高低错落有致，你们开始编舞了，整个舞蹈就围着它走。所以这个行为艺术是最重要的，就咱们是最大的东西。然后呢，他们是跟它形成一体。它的屏就是边沿幕，它的屏就是天幕。它的屏就是你们的身体，它的屏就是你们的眼睛，它的屏就是你们的万花筒，要这样去编剧，这才有可能叫以少胜多，就这么的演员。所有主创人员将他们艺术的灵魂注入到舞屏当中，使得舞屏能够呈现出1000万种表现方式。这些舞蹈演员即将和舞屏共同起舞，在雅加达亚运会闭幕式上向全世界展示杭州的魅力。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。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安蒋景岳，安谢子轩 ，Welcome to 杭州。舞屏刚刚安装好，排练场地里就来了2个可爱的小女孩。这2个小朋友是在杭州市内进行海选后脱颖而出的。编导教他们2个人手捧一个水瓶，做倒水的动作。这个水瓶是视觉设计组根据4700多年前杭州附近的良渚文化而精心设计的陶罐。看起来2个小朋友的演出内容还是比较简单的。不过项目总监有话要对他们讲。只有你跟着上头，你知道孩子们现在是什么动作，是做没做好，准备好。你下了命令，导演才能下命令。对，他不像平常我们虽然是导演拿着就下命令，因为我们成年人，你下面给了导演口令说孩子准备好了，可以了，导演才能说下命令起评，他那边才一键出发。就跟打家族要开车一样，明白了吧？把精力放在这个上边，注意力要分开的手脚眼睛，好吧？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一定要如实告诉我，千万别隐瞒。你说我害怕了，我紧张了，或者怎么样了，一定要如实去说。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实际情况进行调整，对，好吧？一番话过后，事情好像变得没那么简单了。他们都来到了场地的中心舞台上。之后
一回头发现好多工作人员都来了，两个小女孩的家人也站在旁边，一副严阵以待的样子看着他们。舞美工人们正在加工2块钢板，这2块钢板要被安装在中间的舞屏上。虽然没有烈日，但是天气却闷热得很。按照编号，中间的是5号屏。虽然机械臂上只有1个屏幕，但5号屏的机械跨度和承重都是最大的。旁边一位负责钢丝保护与悬挂的工作人员也在满头大汗地做着准备。稍等，我看一下啊。30、27、8要20几。现在有37，多了还得下。好，那继续上啊。再往下一点，再往下下一点。就是到30。往下下。好，停。来，2个小朋友来。正说着，他们所有人已经开始行动了。原来小女孩是要在5号屏的正上方，手持2主陶罐，待5号屏升到最高时，做出表演，将水倒下。2个小女孩轮番上阵，空中技术人员藏在后方，严格地保护着小女孩。这是整个接旗表演的第1个环节。2个小女孩每天放学后就来到场地里，轮番爬上5号屏进行排练，一直到太阳落山。杭州亚运接旗表演的开篇到底是什么呢？夜幕降临，场地中一片漆黑。各技术部门准备演出倒计时，5、4、3、2、1，启动。5号屏缓缓升起，小女孩仿佛站在荷叶中，向着远方徐徐挥手。在5号屏升至最高时，小女孩将2主陶罐中的西湖水缓缓倒下。舞屏上瀑布倾泻，伴随着磅礴的音乐，配合着地面的投影，整个场地变成了美丽的西湖。小女孩手中的一瓶西湖水，拉开了接旗表演的序章。在第1个环节表演结束后，5号屏会随着动作程序降到最低。这时就是小女孩和空中技术人员下5号屏退场的最佳时机。这也是经过多次练习而实现的安全、快速、隐秘的退场方式。为什么有2个女孩轮番练习同样的表演动作呢？这既是为了避免出现特殊状况，也是为了呈现最佳的演出状态，所以她们互为彼此的替补。但如果演出当天2位小朋友的状态都非常好，那要轮到谁来表演呢？这件事导演组早有安排。我的演出里面也需要2个小孩，我前面上面有一个，我底下出场还有一个呢。另一个不乘坐5屏演出的女孩将在接旗表演的后半段跟随一位重要嘉宾上场，作为杭州市民代表，热情邀请全世界热爱运动的朋友在2022年来到杭州。
排练厅里，24个穿着湖绿色长裙、2个穿着粉色长裙的女演员们正在排练。她们所要展现的是夜色之下的西湖中随风摇曳的荷花美景。2个粉色长裙的女演员像是绽放的荷花，一个演奏琵琶，琵琶上有精细手绘的荷花图案；另一个演奏竹笛，2人并称为和风竹韵。他们2人是杭州歌剧舞剧院的杰出演员。24个湖绿色服装的女演员是来自恒大民族歌舞团的优秀舞者。它们就像是大片的荷叶，粉色与绿色此起彼伏，用曼妙的身姿舞动，将杭州的古典韵味徐徐地传递出来。这一片段的演出被称为《月影三潭》，名字取自西湖十景之一三潭印月。月光下的三潭将在舞屏上以立体交错的方式出现。杭州街旗表演最重要的核心创意，就是舞屏与演员的表演要时刻融合在一起。这就需要导演组与视频设计组进行大量的创作与制作了。前面一个，后面一个，前面是文化的，后面是运动的，我觉得都是这样。对。但是你要为了节省时间，视频组来到杭州之后，工作台就放在工作人员入住的酒店房间里。还有哪个？导演组有任何创意想法，直接来到他们的房间里进行交流。对，就是球都可以，感觉就。它是从这个屏渐刺到这个屏。那屏要是咱在体育场里边看，那就完全错位。你看的是这个举重好像。这样的工作效率非常高，使得导演组能够及时的在舞屏上看到不断调整的效果，从而实现更好的设想。这段音乐变长度，换成另外一个变长的。我想问您叫我真钱。这些精致的舞鞋是为了排练厅中14个身着深蓝色长裙的女演员而准备的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
他们手持灵卷扇，伴着优雅的舞姿，仿佛漫步于西湖边，欣赏着美景。深蓝色长裙像是月光洒在婀娜身影上映出的颜色，所以他们的表演被称为西湖丽影。6机好含回来。这14个女演员是来自杭州歌剧舞剧院的专业舞者。这3位姑娘是主创人员设定的西子姑娘，她们将作为3个单独的印象来成为点睛之笔。与西湖丽影和月影3潭的女演员们共同完成杭州古典韵味的展示。西子姑娘是重点与舞屏互动的元素，视频组的极客们也是废寝忘食地拿出高科技装备来制作视频。他们启动了一架小型无人机，在空中俯拍西子姑娘和西湖丽影的舞蹈动作，作为视频素材进行创作。殊不知，此刻2018年世界杯的决赛正在俄罗斯的体育场上吸引着全世界的关注。我们的纪录片摄制组也只好开点小差了。掉进去，哇，球进了，球进了！艺术总监看过效果后，提出了更大胆的想法。在电脑里，比如你看你转圈，我是电脑里的形象啊，电脑里也转，电脑里转成光线没了，明白了吗？是吧？而且你做这个，比如说这个，唰，后面人也走，光不上去了，你看又回到他这儿，更虚幻了，更美丽了，但是不是美丽到没人，光是光在这走。通过在舞屏上同时展示西子姑娘的舞姿，形成对影成3人的虚实变换效果。后面唰，后面一个带光，走，后面出现他的人，带光，光进去，他出现，转，后面人转，跳起来。视频组用高清摄像机将3位西子姑娘的舞蹈动作拍摄下来，合成到视频程序里。导演组、视频组、舞屏技术组和3位西子姑娘经过多番的测试与配合，完美地实现了这个艺术效果。
一群身着现代服装的演员们将要在表演的下半部分展示现代的杭州。他们由5位来自杭州歌剧舞剧院的歌手和8名来自恒大民族歌舞团的舞蹈演员组成。音乐部门为歌手们谱写了动感的歌曲《向往》。梦的向往，歌手们在音乐部门的指导下进行了刻苦的演唱练习。青春由我运动，去征服下一个目标。现代歌舞的表演节奏很快，动作幅度又大又密集，这需要青春歌舞的演员们付出大量的体力来进行排练。在青春歌舞的段落里，3对杂技演员也加入表演，使得整个街旗表演更具难度和观赏性。青春歌舞是将整个演出推向高潮的段落，智能舞屏将在这个段落尽情地展示机械美感，展现了杭州的现代、科技、智能与美好的未来。灯光部门也在这个段落中令场地内所有的灯光都跃动起来。青春就是那浪潮，它能使比天高。青春由我运动，支撑理想航道。青春就是风暴，激荡英雄年少。青春由我前进，去征服下一个目标。谁也不可阻挡，是心中梦的向往。新时代新杭州2022，我们齐向阳。谁也无法拒绝，是公共爱的向往。新未来新疆域2022，去看见疆场，是爱的向往。在杭州师范大学的待用排练场地里，亚运会杭州接旗仪式的表演内容预计从2018年7月1日至7月20日，有20天左右的时间进行合成彩排。在2018年7月22日，所有舞屏需要拆解之后装箱进行海上运输。再经历20多天，预计于8月19日海运到印尼首都雅加达。组装调试后，于8月31日运进雅加达亚运会闭幕式的场地内，9月2日正式演出。按照工作组的计划，在杭州的待用场地排练结束时，整个接旗表演必须要达到正式演出的标准。因为舞屏离开杭州之后，演员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与舞屏进行全要素合成彩排了。所以杭州阶段的排练还是非常紧张的，特别是在阴晴不定的7月，任务十分严峻。演员们曾试着在白天来到舞台上占一下位置。好，稍微挤一点，姑娘们。这个时候嘉宾出来了，好吧？来，嘉宾出来，你把位置站好。用不了10分钟，火辣的太阳就将所有人烤回了排练厅。你们多喝点水，找时间你们就休息一会儿啊。
好不容易傍晚来临，演员们站在舞台上准备走位练习。他们刚刚站好，天空中就乌云滚滚，电闪雷鸣。舞美工人抓紧时间将智能舞屏和所有舞台都用防雨塑料布遮好，瓢泼大雨顷刻卸下。宝贵的时间就这样从大家的眼前流逝。暴风雨过后，舞屏部门临时搭建的操作室也从完好无损变得一片狼藉。最后，舞屏操作台不得不钻进了小帐篷里面。好在极端天气持续了1个星期之后，终于停了下来。所有演职人员每天晚上都能保证合成彩排不少于3遍。演员们在此期间跟造型设计组学习并掌握了每个人的造型制作。服装和头饰全都由演员自己携带，这样到了雅加达之后，化妆和服装工作将能够节省很多的时间。主创团队根据最后的演出效果，又设计了一个具有难度的结束动作，那就是西子姑娘的领舞音硕在5号屏吊上钢丝，飞向空中，完美落幕。第2天，舞屏立即开始拆卸，所有演职人员做好准备，调整状态。根据工作职责，他们会分批次地抵达印尼首都。在雅加达亚运会的闭幕式中，向全世界上演我们的杭州时间。第1是安全，第2是安全，第3是安全，全安全了，我们就能精彩。因为阅读出现比现在更整齐。精神更饱满，感情更准确。雅加达这次也拼了，听说他们的开幕式因为是澳大利亚人的这方面的创意化成包装，闭幕式是用了印度尼西亚来自东南亚最优秀的青春歌手，一场激情澎湃的运动音乐会。所以你们肩上的担子，你们肩负的任务，你们将头顶的荣誉是空前的，好不好？